年快乐！新年快乐！是的，再一次的非常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快问快答之新年特辑。那当然，如果你没有看我们第一、第二集的话，我们欢迎你回去看回第一、第二集。然后今天我们将会进入到第三集。当然，在当中我们要强调一个的点是，我们在其中所分享的仅代表我们个人的那个的意见。我们也知道在当中会有基督徒或者是一些的牧者，他们有不同的想法，其实都 OK 的。我们盼望我们的分享能够去帮助促进大家有另外一方面的那个的思考的。对，当然你赞不赞同我们的想法都 OK， 可是就千万不要用这些答案来去批判人家哦，因为我们一起都在这边一起来学习。那在我的手头上呢，有一碗的问题，我们看一看今天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今天的问题是：你对舞狮有什么看法？当然，我想，舞狮的那个的缘由，它有非常多的那个的看法，或者是那个的记载。那我在这边想要分享的其中一个，就是在一些的文献当中，它有提到，其实舞狮本身它在起源是一种的表演。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耍杂技的那一个的舞团在当中，而它之后才被加入了一些的宗教元素在其中。比如说，现在狮子已经代表了好像一个力量或者智慧的一个象征，然后这些象征也可以好像驱邪啊、迎好运啊，因此现在大多数的这些舞狮团都与寺庙有关，并且现在大多数的舞狮团会有一种仪式叫做点睛，这是一个在舞狮身上所进行的一个入会的一个仪式，道士就会在神台前拜拜，然后道士会在一个恍惚状态时，就会在狮子头上来画一个第三只睛。这样子说来听一下这样到底我们还可不可以看舞狮呢？目前表演的舞狮的确是有一点属灵的这些内涵，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世界上任何的灵都大，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舞狮的话，我们也不需要害怕。OK， 那如果是可以看舞狮的话，那邀请舞狮团来我们家表演又怎么说？或者是加入舞狮团表演又怎么样？我想其实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在回答这个的问题的当中，首先我们要明白或者是了解的是，我们在看舞狮的那个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要去邀请这个的舞狮来到去我们的家的目的是为什么，甚至我们参加这个的舞狮的那个的目的又是什么？当然，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的舞狮团它没有包含任何的宗教含义，好比说，其实有一些的工会啊，他们也会出师的，比如讲客家工会啊、福建会馆啊等等这一些或者是甚至有没有基督教的团体有出师的哈？我想这一些都不是那个的问题。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的舞狮团它是有包含那个宗教文化在其中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学习去避免它。那对于我自己个人而言呢，任何不带有宗教色彩或者是敬拜文化的那个的舞狮团的话，其实我们都不再被它那个的限制在其中，但是只要包含宗教的含义，那我们就尽可能去避免它了。所以总结一下，就虽然舞狮是有这个属灵的内涵，可是我们可以不迷信的去欣赏这一种的艺术，我们甚至还可以邀请或者是加入一些没有宗教的舞狮团里面。当然，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也有说，如果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会被任何事绊倒的话，就是如果他们看了舞狮过后会觉得很不舒服的话，那我们也没有理由去坚持的来邀请或是加入舞狮团哦。
那我们希望所有今天给的答案就会对大家有帮助并且解决了一些你对新年春节一些的问题和疑问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来分享，或者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答案，you 可以任何的评论也可以随时到我们的网站与我们一起来交流。对，那快问快答第3期就到此结束，我们在第4期见，拜拜。拜拜。